嗨，大家好，我是 Judy， 欢迎您再度收看878投资传承，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好，我们今天要进入一个新的产业，什么新的产业呢？就是散热产业。好，我们看一下呢，在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已经有介绍过了，强韧的电网计划。那我们就知道说呢，在全球整个积极推动环境永续之下呢，再生能源这边的政策呢，会带动了整个绿能的基础建设发展。那这样子呢，会带来大量散热的商机。好，那接下来除了绿能这一块以后呢，我们知道最近非常夯的包括了 AI 跟 5G， 然后生成了 AI的多元运用，所以说包括了 5G 的基础建设啊、伺服器啊、资料中心啊这些车载运算，它都怎么样？它在运算的过程中都会产生大量的什么热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对于散热的需求就会有增无减。好，我们看一下呢。经过我刚刚的介绍，大家就会发现通风散热无所不在，包括我们刚刚前面讲了网通啊、云端伺服器啊，还有包括我们一般用的什么消费性电子啊、PC、NB 这些，还有包括工业以及医疗，还有包括新能源，就是我们之前有介绍过的啊，包括了电动车、储能还有创能的这一部分。好，那我们看，既然散热是未来的趋势的话，目前为止的散热的方案趋势是怎么样呢？刚开始初期的时候都是气冷散热这个地方为主。后来呢，走到了液冷散热。那最新的技术呢，就是静默式的液冷散热的技术。那气冷散热这个地方呢，它就是用导热管或者是均热板这个地方，然后搭配呢风扇热传导出去。那目前呢，气冷这个地方的主流的奇鋐这个地方是佼佼者，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主要的公司。那在液冷散热呢，或者我们把它称作水冷散热，就是利用水的循环，散热效果是比气冷好。但是它的问题是成本高，所以采用的人比较少。但是未来呢，怎么样？成长空间非常大。那所以我们依照研调机构的报告呢，全球的散热产值到了2028年将达到193美元，所以它的年复合成长率呢将近10%。好，接下去我们看一下，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发现就是说更多元的散热方案里面呢，包括我们时常看到热导管啊、均热板啊，这些东西。所以说呢，过去的散热方式都是用气的散热，就是说我们刚刚有介绍过啦，导热管或者是均热板这个地方搭配风扇把它导电去。那这个散热模组均的单价大概是10美元到30美元。那我们新的技术呢是所谓的 3DVC 高功率的散热，它的单价就会高了2-3倍以上。那另外一派呢，就是说它不走这一派所谓的气冷散热，它走液冷散热，我们又把它称作水冷散热，就是利用水环呢散热效果比较高比较好，但是它成是其中怎么样最贵的部分哈。那我们大概就知道整个未来散热的方向。那接下来呢，要介绍这家公司之前，我们要跟各位介绍一下878投资传承是一个为您做一个深度分析基本面及技术面的理财频道，要带您走向财富自由的捷径。所以为了表示您对我们的支持，在这边要提醒您，不要忘了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OK，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各位介绍我们今天主要要介绍的公司奇鋐。那奇鋐这家公司呢，它是一个整体散热解决方案的专业供应商。那这家公司的总部是位于台湾这个地方。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整个散热里面呢，还有包括了 CPU 的散热啊，还有 IGBT 的散热器等等。好，那它的设计的范围很多，然后包括了就是说减碳的设计啊，还有马达节能啊，还有包括降噪的设计这些。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它可以及时的做技术及售后的服务。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营运分析。那以我目前手上最新的资料呢，是到今年2023年的上半年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主要的产品散热产品的比重高达了57%哦。那它本身也会有做一些所谓的机壳，我们可以看机箱机柜的设计，这个地方也是有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哈，那它主要就是做散热模组嘛，占了整个营业比重的超过一半。我们就发现在散热模组这个地方呢，它有包括了
导热段，还有怎么样散热段这个地方。那我这个地方呢就是实际给大家看所说的风扇，那这个地方整组就是一个散热模组所以说在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就是说在整个散热模组呢，它主要成分就是散热片、导热管还有风扇3个大部分。所以散热片的选择上呢，大部分就是用铜跟铝。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知道铜价跟铝价呢会去影响它的成本。那导热管呢，它本身就是一个长条形的那个管状的容器，那它在选择上呢就是铜跟铝那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发现它的那个原料都是重叠的那在风扇结构这个地方呢，叫散热片跟导热管来讲的话，那它包括了这个风扇的叶片外框这些等等的。好，那我们就大概知道它整个的成本结构、原料的变动了。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下这家公司的财务分析。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都是用那个股东权益报酬率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此外呢，我们会对这家公司的年财务报表以及季报表这个地方做一个介绍。好，我们首先看一下股东权益报酬率这个地方呢，它可以有2个公式。第一个公式呢，我们就用税后净利直接除以股东权益，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算出股东权益报酬率。或者呢，我们把它切作3个部分，就是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跟权益乘数。好，我们直接来看，我们以奇宏这家公司来看呢，我们就可以发现从2018年呢一直到2022年，我们有没有看到它的 ROE 这个地方呢，它是逐年在往上升的一个动作。那我们看说那它最主要往上升的因素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看一下在税后存益率这个地方呢，它是不是从2018年逐年的往上做一个提升的动作。那总资产周转率近3年的变化比较不大。那在权益乘数这个地方呢也是维持一个变化比较不大的部分。所以呢，我们大概就知道它主要的 ROE 提升是来自于获利率的提升。那过去呢，散热的风扇最主要都是用在 PC NB 那我们也知道这些产业都是竞争相对比较激烈，那进入障碍又比较低，所以过去他们的毛利率表现比较不佳。但是近年呢，随着资料中心对于什么高度运算的需求非常大，包括我们之前介绍过的伺服器还有就是5G物联网电动车元宇宙 AI 这些新科技出来以后呢，都会大量增加对于伺服器的需求，因为他们要大量的传输资料，一起做高度的运算，所以对于散热的需求怎么样有增无减。所以我们刚刚有介绍过了嘛就是大家对于那个液冷式的需求的散热需求就会越来越高，这个地方单价相对比较高，所以是不是就提升了他们整个获利。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奇宏目前我手上最新的财务报表就是到今年的上半年，我们看它毛利率维持在2成以上。那以今年法人预估它的税后的 EPS 是 13.17 元，跟2022年比较起来获利成长率 12%。 你说这样子好像没有多少，可是你要知道2023年全球的 GDP 都是呈现衰退，那这种逆势上涨的产业已经成熟怎么样不易了。那到了2024年，你看法人所预估它的 EPS 持续成长，而且成长位数是维持23% 的成长。在这个地方呢，最主要就是 AI 的 server 这个地方，它的风扇呢主要的供应商就是像奇宏还有台达电跟建准。那奇宏这个地方又相对是锁定了什么网络通讯伺服器2大领域，还有我们刚刚说比较高单价的液冷方案这个地方呢，它已经有出货到通讯的领域。那关于伺服器方面的液冷方案呢，它预估在2024年的下半年跨入，所以我们就知道它的获利会持续的往上走。至于那个奇宏，它在那个 3D VC 这个地方主要运用在 AI 伺服器的占大概比重目前是1成到2成左右。那最近呢，公司有接获那个 AI 伺服器的相关订单，所以这家公司预估它下半年的业绩呢，这个地方会逐季成长。